你知道大猩猩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强悍吗？你见过一拳打下去可以杀死狮子的大猩猩吗？我们都知道，大猩猩是地球上所有灵长类动物中体型最大的成员之一，它们与我们人类的关系非常密切。你知道吗？大猩猩有 98% 的 DNA 与我们人类相同。毫不夸张地说，它们的智商可以跟人类3到4岁的小孩比肩，部分猩猩的智商甚至可能会达到人类10岁的智力，非常聪明。不过大多数我们能看到的都是动物园里被人类圈养的猩猩，很少人会见到真正的野生大猩猩。野生大猩猩的性情彪悍鲁莽，战斗力极强，在野外它们几乎没有天敌。今天黑土找出了世界上现存的7种猩猩，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地球上的人科动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7个倭黑猩猩，这是一种被认为是私生活相当混乱的一种猩猩。你可能很难相信，这家伙同性相恋，并且还经常利用独特的方式处理种群冲突。一眼看上去它与黑猩猩很像，但其实它与黑猩猩是2种不同的物种。与黑猩猩相比，这种猩猩的性格更温顺，很少会发怒，叫声也与黑猩猩不同，比较爱好和平。最独特的就是这种猩猩在处理种群冲突和解决社会问题时所用的手段非常罕见。我们都知道，绝大多数的动物种群面对冲突通常都是使用暴力争斗来解决，但倭黑猩猩是个例外。这家伙在遇到种群冲突或社会问题时，会很随意的利用交配的方式来处理或解决冲突，并且在这期间有同性相结合的现象。经过人们对倭黑猩猩的这种行为观察发现，它们之所以会出现同性相恋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千奇百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纯纯的把对方的性别弄错了，并且这种情况大多数都发生在雌性倭黑猩猩的身上。之所以发生这种高度混交的现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巩固其社会种群的连结，它们具备强大的容忍力。更奇特的是，它们喜欢与陌生的猩猩分享自己的食物，而不是熟悉的同类。也正是因为这种容忍力，在它们的种群中消除了很多冲突，可以让每个个体都能够更好、更容易地融进大群体中。对了，还有就是这种猩猩的族群通常都是以母猩猩为首领，每群大约由2到20只组成，它们的食量很大，除了吃植物，有时候也会捕捉小羚羊、小狒狒和猴子为食，寿命大约也就在40年左右。好，第6个黑猩猩，你知道吗？黑猩猩可能是我们人类在地球上最近的近亲了，它们与我们共享 98.7% 的 DNA。人类和黑猩猩大约在7到1300万年前很有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虽然它们通常都是用4肢行走，但是它们也可以站立甚至直立起来行走，与人类非常接近。它们同大多数的猩猩一样，也是结群生活，一个族群通常由几十只组成，由一个雄性带领。它们非常聪明，目前黑猩猩是地球上已知仅次于人类的最聪慧的动物。它们的行为和社会行为都更接近于人类，例如它们的群与群之间有往来，还有长久保持母子关系。成年的黑猩猩长大分群后，还会经常回去探望自己的母亲，并且有午休的习性，等等很多行为都与我们人类非常接近。科学家通过研究分析推断，人类的祖先与黑猩猩的祖先可能在大约500到600万年前开始分家，走上了独立的演化道路。前者则演变成了人类，而后者则在约300万年前分为2支，一直生活在非洲的森林里，演变成了现在的黑猩猩与倭黑猩猩。甚至有极少数的学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可能就是第3类黑猩猩。不过这些都只是人们的猜测，毕竟人类的起源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还有就是黑猩猩的性情，黑猩猩就比较暴力了。野生成年的黑猩猩的平均站立高度为 1.5 米，体重约在80到140斤之间。被圈养的黑猩猩体重可以达到200斤以上，它要比倭黑猩猩更加强壮。它们的力量和锋利的牙齿意味着对人类有很大的威胁。至今为止，记录在案的野生黑猩猩袭击人类儿童的事件至少有6起，其中一些是致命的。更有黑猩猩抢夺并吃掉人类婴儿的事件发生，不过通常情况下，它们很少会主动袭击人类。反过来看，反而是人类的偷猎者一直在不停地袭击它们。第5个婆罗洲猩猩，也被人称为红毛猩猩。这种猩猩是所有猩猩中唯一分布在亚洲的一种，并且分布区域狭小，数量稀缺，属于极度濒危的一种。它与大猩猩不同，婆罗洲猩猩只与人类共享大约 97% 的 DNA， 要比大猩猩少一些。它们主要生活在婆罗洲低地的热带和亚热带潮湿的阔叶林中，也就是热带雨林里。在野外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树上觅食，在一定意义上它们也属于树系动物。这种猩猩的体型仅次于大猩猩。解释一下，猩猩与大猩猩还有黑猩猩都是3种不同的物种。婆罗洲猩猩属于猩猩属，而大猩猩就是属于大猩猩属，黑猩猩也就是黑猩猩属。
婆罗洲猩猩的体型要比大猩猩小很多，成年雄性的婆罗洲猩猩体长超过了1米，体重最重可达300斤以上。已知最重的婆罗洲猩猩是一只被人类圈养的名为安迪的雄性猩猩，在它13岁时体重就达到了400多斤。这种猩猩有着独特的体型与面部，它们的手臂很长，最长可达 1.5 米，特别是脸部看上去非常肥厚，辨识度较高。在野外，它们主要以一些野生的水果、树叶或者昆虫为食，有时候它们也会去掏鸟蛋、啃树皮，还有极少数的情况，它们也会猎杀较小的灵长类动物，例如懒猴。在人们对野生婆罗洲猩猩的观察中发现，它们曾试图使用长矛捕鱼，但未见能成功捕获。还有就是它们有时候会利用叶子擦粪便，甚至将一些树叶、树枝连接在一起当做雨伞使用，非常聪明。可惜的是2016年这个物种被列为濒危物种的红色名录中，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人类在东南亚广大的范围内，婆罗洲猩猩被人类无情的猎杀。由于人类的活动范围无序扩张，使得这种猩猩的栖息地逐渐缩小，再加上偷猎者和宠物贸易对它们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第4个，苏门答腊猩猩。它也是猩猩属，数量极度濒危，比上面的婆罗洲猩猩更稀有。苏门答腊猩猩仅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有发现，这种猩猩的体长也在1米以上，体重约在200斤左右。它们长得与婆罗洲猩猩非常的像，但是它们两个是不同的物种。与婆罗洲猩猩相比，这种猩猩更瘦，脸部更长，还有就是头发也较长，身上的皮毛颜色会更淡一些。雄性苏门答腊猩猩的脸部与雌性不同，雄性猩猩的脸颊两侧会有明显厚厚的肉垫，雌性没有。在这张大脸的下方有一个气囊，这个气囊与喉部相连，充气后会鼓起，主要作用就是充气鼓起后发出特别的声音，可以用来向同类传达信息。另一个作用就是找对象。苏门答腊猩猩脸上的大肉垫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长越大，而这对于母猩猩来说就是高颜值的象征。在母猩猩的眼里，雄性猩猩脸颊处的肉垫越大，长得也就越帅，也就是脸越大越好看。经过人们对它的观察发现，野生的苏门答腊猩猩会利用树枝用牙齿磨掉一端，然后用棍子在树洞里挖白蚁。在没经过人类干预或培训的情况下，它们自己就已经会使用工具了。还有就是这种猩猩要比婆罗洲猩猩更加依赖树栖，主要原因就是在它们生存的苏门答腊岛上有一种威胁它们生存的大型捕食者存在，那就是苏门答腊虎。这种老虎虽然是所有老虎种类中体型最小的老虎亚种，但对于苏门答腊猩猩来说却是最大的威胁。苏门答腊猩猩的主要食物也是以无花果、蜂蜜、鸟蛋、幼鸟和植物的嫩芽为主。这种猩猩要比上面我们说的婆罗洲猩猩智商要高，部分原因是由于在它们的栖息地内有很多肥大且结实的无花果树，这可以让它们极大群体生活，有足够的时间相互交际和沟通学习。对了，还有就是苏门答腊猩猩可能是任何哺乳动物中孕育期最长的一种动物。雌性苏门答腊猩猩每生一次小猩猩的间隔期需要长达8年的时间，在这8年里，母亲会教会孩子学习很多的生存本领，直到小猩猩可以独自生存为止。它们的寿命通常约在45岁左右。好，第3个，达班努里猩猩，这是一种在2007年才被正式分类的一个物种。这种猩猩同苏门答腊猩猩一样，都生存在苏门答腊岛的北部。刚开始发现这个物种时，人们一直把它当作是苏门答腊猩猩，直到1997年，人们对该地区的一次探险，重新发现了这个猩猩的种群，但当时这种猩猩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物种。直到2017年，人们对这种猩猩的基因进行详细的系统发育研究后，才发现它跟苏门答腊猩猩是2种不同的物种。这种猩猩的外表与苏门答腊猩猩非常接近，不同的是它们的毛发更卷，头更小，脸部更平更宽。雄性达班努里猩猩胡须要更向外突出，还有就是它们的上犬齿很大，在饮食上也有所区别，像一些毛毛虫和针叶树这些难以下咽的食物，达班努里猩猩都可以吃。经过科学家们观察发现，达班努里猩猩几乎是完全树栖的动物。在一次观察中，科学家们发现超过3000个小时，它们都没有降落到地面。经过分析，可能是由于该地区存在苏门答腊虎和云豹这2种猛兽，对达班努里猩猩来说都是致命的威胁。截止2018年，现存的达班努里猩猩大约只有800只左右，目前处于极度濒危的状态，非常稀缺。好，第2个，西部大猩猩。西部大猩猩其实也分为2个亚种，一个是西部低地大猩猩与克罗斯河大猩猩，这2个物种都属于西部大猩猩。雄性西部大猩猩站立时的身高可达 1.8 米，体重接近300斤。虽然看上去这些大猩猩的外形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它们也被分为很多不同的物种。与西部大猩猩相对应的就是东部大猩猩，
区分两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看皮毛颜色。通常情况下，西部大猩猩的毛发颜色较浅，看上去是褐色及灰色的，鼻端起钩，而东部大猩猩则没有这种鼻子。还有就是西部大猩猩要比东部大猩猩的体型更瘦小，一群通常数量都在5到16只左右。更明显的就是西部大猩猩喜欢爬树，并且喜欢生活在树上，而东部大猩猩则恰恰相反。好，第一个，东部大猩猩，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金刚猩猩或者银背大猩猩，统称大猩猩。在这里解释一下，银背大猩猩其实包含了上面的西部大猩猩与东部大猩猩，两者其实都被称为银背大猩猩，但实际上分为4种不同的种类。东非大猩猩同时也包含了东非低地大猩猩和山地大猩猩等2个亚种。银背大猩猩其实确切点说应该是银背山地大猩猩，也就是东部山地大猩猩，因为它是最猛的一个亚种。山地大猩猩是一种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目前全球仅有1000多只。这种猩猩被称为温柔的巨人，这家伙虽然看上去相貌凶悍，但实际上它们是比较温和的草食性动物。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非洲森林里闲逛、吃东西或者睡觉，很少会打斗。山地大猩猩主要是草食性的，一头成年的雄性每天可以吃掉50斤以上的植物来填饱肚子，而雌性则要少很多，但通常也需要吃掉30斤以上的植物，食量非常的大。当然，大食量自然也会为它们带来巨大的体型。这个家伙体型很大，雄性身高站立时可达 1.8 米以上，双手伸展开可达2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500斤以上，手臂粗壮有力，喜欢生活在密林当中，通常也是结群活动，并且数量颇多，最多可以达到40多头一起活动。东非大猩猩大多数的性情都是比较平和温顺的，但是一旦发起疯来，非常可怕。每当2个族群相遇时，两边的雄性首领就会进行单挑打斗，一旦开打，他们会利用锋利的犬齿撕咬对方，直至另一方死亡才肯罢休，相当残忍。要知道，一头成年银背山地大猩猩一拳打出去的力量最高可达1吨以上，也就是说，他们一拳如果打到一头牛的身上，甚至可以直接将一头牛秒杀。如果击中我们人类的头部，直接就会击碎我们的头骨。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很多人会拿银背大猩猩与狮子这样的猛兽放在一起对比战力分析。虽然银背大猩猩在力量上要远胜于狮子，但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打不过狮子的，因为狮子天生就是捕食者。即便大猩猩的智力与力量等方面要比狮子更占优势，但也无法与狮子天生就是猎手的身份相抗衡。不过这也并不代表大猩猩毫无胜算，如果在与狮子的打斗中，大猩猩一拳打到狮子的头部，还是有可能将狮子干掉的，不过这种几率非常的小。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见过比摩天大楼还要高的树吗？你知道在地球上存活了上千年的树有多大吗？在没有看到这些巨树之前，相信大多数人都认为地球上现存最大的生物就是蓝鲸了。其实确切点说，蓝鲸只能算是生物界现存最大的动物，还算不上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生物。最大的生物个体其实多数都是一些参天大树，这些大树由于生长在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里，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没有遭到人类的破坏，才能够完好无损的存活至今。其中有一些大树的高度甚至都已经长到了50多层楼房那么高。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来世界上最大的9种树，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生物界真正的巨无霸。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9个，代表桉。这是一种原产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一种特有树种，这种树的高度最高可以长到90多米高，它的树干最粗的部分直径最宽可达3米。这种树其实也属于桉树，但是它仅是桉树属的其中一个亚种，整个桉树属共有多达1000多个亚种，而这种代表桉则是其中的一种。这种树的作用与大多数的桉树一样，多数都被人类当作木材用来建房子以及家具，包括日常所用的纸，有很多都是出自这种桉树身上。人们之所以会选择利用这种桉树，主要就是出自它疯狂的生长速度。桉树是世界上生长速度最快的一种树，每年一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这种树的生长速度会非常快，仅需1天的时间，它就可以向上生长3厘米多，1个月就可以长出约1米左右，1年最快可以长高10米。也就是说，仅需短短的3到5年的时间，这种树就可以长得非常高大。人类即便是将其砍伐殆尽，用不了3、5年的时间，它依然能长成高达50多米的参天大树。第8个，巨云杉。巨云杉也叫北美云杉，这是一种原产于北美西部海岸的一种大型常绿针叶树。这种树最高可以长到将近100米，树干的直径可达5米，它的寿命很长。在美国的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内，有一些巨云杉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0多年。这种树的生长速度极快，即便是已经高达30多米的成年巨云杉，它们每年仍能够继续向上增长1米以上的高度。这种树在当地的作用与上面的代表桉一样，多数都被当作一些建筑的木材使用，但是它要比其他的树木用途更加广泛。由于巨云杉拥有高强度的重量
比和规则，并且它还具备非常出色的声音穿透力，可以当做声音导体。因此，这种树除了被当作建筑木材使用，它还被广泛用于钢琴、竖琴、小提琴以及吉他等乐器的制造。世界上很多吉他的材料就是使用了这种巨型云杉制成的。除了乐器，这种树还可以用来制造帆船，甚至飞机的翼梁。人类历史上第一架能够实现自由飞行，并且可以操控的动力飞机，就是莱特兄弟制造的第一架有动力的飞机，名为飞行者1号的机身，就是利用这种巨云杉制造的。不仅如此，二战前的很多飞机，大多数都是用的这种材料。除了以上那些作用，其实这种巨云杉的作用还有很多。毫无疑问，除了高大，它还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木材树。好，第7个，花旗松。花旗松也就是北美的黄杉，这种树原产于北美地区，通常都生长在一些靠近海边的区域。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岛的圣胡安谷内，生长着一棵名为红溪冷杉的巨型花旗松。如果按体积来计算，这棵树则是地球上已知最大的花旗松。据估计，这棵树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大约1000多年。由于其位置隐秘，并且距离河流较近，因此满足了它长期生长的必要条件。这棵树的直径为 4.2 米，周长为 9.8 米，高度达到了 73.8 米。如果从体积上去计算，那么这棵树可能是地球上最大的一棵花旗松。其实除了这棵，世界上还有很多种花旗松要比它更高，但是整体体积并没有它大。这种树最高可以长到120多米，它们主要都生长在一些温和湿润的地区。花旗松的环境适应能力很强，它们可以承受 44.3 度的极端高温，也可以抵挡零下34度的极端低温。不同地区的花旗松的寿命也会有所不同。再有就是它们的用途，花旗松这种树的木材强度非常坚硬和耐用，因此它被广泛用于重型木质结构。像美国海军的复仇者级扫雷舰的船体采用的就是花旗松制成的。之所以会用木质材料打造战舰，是因为花旗松这种木质材料具有柔韧性、高强度以及重量轻等特点。这种材料所制造的战舰能够使船体承受附近的地雷爆炸，并使战舰具有低磁信号，隐蔽性更强。至今为止，这种木质战舰仍在很多地方被广泛使用。好，第6个，塔斯马尼亚蓝椒。塔斯马尼亚蓝椒也叫蓝桉，这是一种原产于澳大利亚东南部塔斯马尼亚岛的一种特有的常绿乔木。这种树的高度通常也就在50米左右，但是如果生长在一些相对适宜的环境下，它们的高度最高可以长到90到100米的高度。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内吉维斯顿附近长有一棵名为坚强的女孩的蓝桉，这棵树的体积为368立方米，树身高度达 82.3 米，树干直径为 5.54 米，周长则达到了19米，非常巨大。可惜的是，这棵大树于2019年2月在塔斯马尼亚丛林大火中被烧毁。在烧毁之前，它曾是澳大利亚体积第2大的树木。这种大树的木材质量较差，很少有人会利用蓝桉这种木材建造房屋。这种树广泛被人们用于提炼药物，无论是它的树皮还是树叶，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第5个，王桉，它是杏仁桉的一个变种，之前也被称为澳洲杏仁桉。这种树原产于澳大利亚南部，通常都生长在一些年降雨量高达1200毫米的凉爽山区。现存最高的王桉树是一棵名为百夫长的树，这棵树位于塔斯马尼亚南部。截止到2018年，这棵树的高度达到了100米，直径为 4.05 米，周长超过了12米。不过它还不是这个物种里最大的。据测量记录，之前有些个别的王桉树的高度达到了130多米，有些甚至高达150多米。只不过这些更大的个体不知是何原因倒塌，或者有些在森林大火中被烧毁了。如今现存最大的名为百夫长的王桉树，也在2019年2月中遭到了森林火灾的伤害。不过庆幸的是，它并没有被完全烧毁，大树的底部被火烧出了一个空洞，虽然受损较为严重，但仍存活于世。总之，这种树可能是世界上所有树种里最高的树。王桉树同桉树属的大多数树种一样，它的生长速度也非常快。在生长的前20年里，它的生长速度每年最快能增长超过2米，但是随着树龄的增长，它的年生长率也会逐渐减慢。好，第4个，西部红柏。西部红柏也叫北美乔柏以及红雪松，这种树原产于北美的太平洋西北部，在加拿大的环太平洋国家公园内生长着一棵名为奇瓦特巨人的巨型西部红雪松。这棵树于1988年被发现，如今它是加拿大境内最大的一棵树。这棵树的高度为56米左右，虽然不及以上的那些树高，但是它要比以上的那些树大得多。这棵树的树干直径超过了6米，需要12个成年人张开双臂才能将这棵巨树环抱一周。木材体积高达450立方米，所含的木材足以制作400多根木质电线杆，非常巨大。据估计，这棵树至少已经存活了上千年之久。其实不止这一棵树，所有的西部红柏普遍寿命都很长。其实它们的高度最高可以长到70多米高，树干直径最宽也可以长到7米长。这种树最特别的一点就在于它们的防腐能力。西部红柏的木材芳香且耐腐蚀，即便是被砍掉的西部红柏，它们仍能保持至少100年的时间而不会腐烂。然而这种防腐能力仅存在于较大的树木上，一些树苗或者较小的西部红柏则不会拥有这项防腐能力。第3个，贝壳杉。在新西兰的北地地区的一个森林里，长有一棵名为森林之神的巨型贝壳杉。
据估计，这棵巨型贝壳山的年龄至少能够达到1000多年。它是目前人类已知地球上最大的贝壳杉树，但不是最高的。这棵巨树的高度达 45.2 米，周长为13米，胸径接近5米，树冠的宽度达35米，整体体积高达 516.7 立方米。它的树干虽然并没有太高，但是树枝的跨度非常大，整体算下来体积非常巨大。这种树不但体型巨大，它还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品种。据研究发现，贝壳杉最早出现在距今约5万多年前，甚至更早。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是因为人们曾在新西兰北岛的泥炭沼泽中发现过被埋藏了长达5万多年的史前贝壳杉。由于被封闭在化学平衡的环境中，使得这种5万多年前的贝壳杉仍旧被保持得很完美，有些甚至都可以与新砍伐的相媲美。如果经过干燥处理，这种史前木材仍可以被制成家具使用。第二个，海岸红杉。海岸红杉也叫北美红杉，这种树原产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海岸，通常都生长在气候相对湿润环境下。这种树的高度最高可达115米以上，直径最长接近9米，但是树皮的厚度就可以达到25厘米以上。在美国的红木国家公园内，就长有一棵名为格洛根断层的巨型海岸红杉。这棵树的高度达到了95米，整体体积高达1194立方米，树干的直径为8.34米，周长则达到了惊人的26米，至少需要15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将其环抱一周。这种树与贝壳杉一样，抗腐烂能力也很强。人类已知寿命最长的一棵海岸红杉的寿命，估计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200多年。也就是说，有些巨型海岸红杉可能从汉朝开始就已经生长在这里了。它们之所以能在地球上生存这么多年，主要也是出自自身强悍的抗损伤能力。在它的原产地，这种树一般很少会遭到病虫的损害。树木自身已经发展出各种适应性，比如它的树皮不但厚实，并且非常耐火。一些小型的森林火灾通常并不会给海岸红杉带来太大的伤害，主要原因就是这种树的身上几乎不含易燃的沥青或者树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挡大火的焚烧。即便一些树枝或者某些部位被烧毁，它也能够很容易的长出新的树枝，甚至一整棵海岸红杉都被烧毁，新的树芽也会从它的根部重新发芽生长。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火灾实际上有利于这种大树的生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火灾会导致海岸红杉周围的其他植物大量死亡，而这种树自身具备一定的抗火能力。等大火过后，其他植物被烧毁，海岸红杉的周围就会少很多与自己争夺养分的竞争植物。也就是说，火灾的范围越大，对海岸红杉来说越利于自身的生长。好，第一个，巨杉。世界上最大的一棵树生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红杉国家公园内，这棵树名为谢尔曼将军树，它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谢尔曼将军树的高度达 83.8 米，底部最大直径达 11.1 米。早在2002年，它的体积就已经达到了1487立方米，周长则达到了31米，整体重量估计高达2800多吨，大约需要20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环抱住这个巨树。据估计，如果用这棵树打造一个大木箱，那么这个大木箱大到足以装进一艘万吨级的远洋轮船，如果用来建造房屋，至少可以打造40栋全木质大别墅，非常巨大。据推测，这棵巨树的年龄可能已经超过了3500多年，而在3500年前，我们可能还处于新石器时代，而这棵名为谢尔曼将军的巨杉树很有可能在奈时期就已经生长在这里了。这种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 1.5 亿年前的侏罗纪时期，巨杉曾是侏罗纪时期的代表性植物。很久之前，这种树曾遍布北半球，后来地球历经过冰川时期后，大片的巨杉被灭种，只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小片地方保留下来了少量的幸存者，因此这种巨杉十分稀有。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狗是谁吗？你以为藏獒在犬界真的能名列前茅吗？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一提起战斗力最强的猛犬，多数人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比特犬。确实，这个品种的战斗力足够强悍，但是除了比特犬，其实还有很多种大型猛犬的战斗力也非常恐怖，有些猛犬的实力甚至都可以与凶猛的野兽相抗衡。今天这期视频，黑兔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8种猛犬，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凶猛的恶犬。大家好，我是黑兔，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兔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8位的就是阿根廷杜高。杜高犬是阿根廷的一种大型獒犬，这种犬的肩高接近70厘米，体重可达90斤以上，咬合力更是高达400多斤。这个家伙浑身充满肌肉，看上去给人的压迫感极强，它的性情就犹如它的外表一样，相当凶猛。这种狗最初是人类为了狩猎野生动物才特意培育的一种狩猎犬，
很久之前，在南美洲的一些农村地区，人类经常会遭到野猪和美洲狮的骚扰。当地人为了减少农业损失，便特意利用各种烈性猛犬相结合，才培育出的一种新品种。杜高犬的基因里包含了有西班牙斗犬、西班牙獒犬和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大丹犬，以及凶狠好斗的斗牛犬和全狮犬。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杜高犬与以上的那些犬都有一些相似之处。这几种犬无论是哪一种，都是相当凶猛的。而杜高犬则结合了以上那些猛犬的各种优势，特别是耐力。杜高犬的耐力极强，这一点也让它成为了当地的一些竞技比赛中最受欢迎的品种。耐力强就代表可以持续的战斗，体力好的猛犬往往都会占据上风。第7个，巴西菲勒。菲勒犬与杜高犬一样，在很久之前都是一种狩猎犬，只不过不同的是，杜高犬针对的是野生动物，而菲勒犬针对的则是人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18世纪时，巴西还盛行奴隶制的时候，一些农场主为了以防黑奴逃跑，就会饲养很多菲勒犬，用来看守黑奴。不仅如此，有时候即便是跑掉的黑奴，这种菲勒犬也可以利用自身超强的追踪能力，依靠气味找到并且能够完好无损的将逃跑的黑奴抓回去。在黑奴的眼里，菲勒犬就像是一个监狱看守一样，在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非常吓人。这种狗的体型很大，它的身高通常都在75厘米以上，体重普遍也都在100斤以上。仅从外表就能看出这个家伙十分强壮有力，它可以轻易地扑倒一个成年人类。由于其体型巨大，并且拥有极强的攻击性，所以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国家，这种狗都被列到禁养名单中。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巴西菲勒不够忠诚，反而是因为它太过忠诚。这种狗的性情生性凶猛，攻击性极强，对待主人以及家人也极其忠诚。但是除了主人一家以外，一切靠近它身边的人或动物都有可能遭到它的攻击，非常可怕。第6个，南非獒犬。南非獒犬也就是非洲的獒犬，在距今约100多年前，这种狗曾经是一种与野生狮子周旋的一种大型护卫犬。注意，是周旋，它并没有能力干掉狮子，主要作用就是人类为了防备狮子以及非洲大陆的一些野生动物的侵袭而饲养的一种守卫犬。一只优秀的守卫犬必须具备勇猛的性格，这种狗胆子很大，并且非常凶猛，饲养能力也极强。南非獒犬的身高可达63厘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60斤。这个物种虽然看上去笨重，但实际上它们奔跑起来非常灵活。南非獒犬同其他的一些大型猛犬一样，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被禁止饲养，有些地方甚至直接将这种狗定义为一种极其危险的品种。它的危险之处其实也就是它的出色之处。南非獒犬具备很强的保护本能，它们会时刻守护以及保卫主人的安全。最突出的一点就在于它们极强的攻击性，这个家伙几乎很少会在战斗中退缩，无论对方的实力有多强大，南非獒犬也敢于对其发起攻击。至今为止，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这种狗仍被当作斗犬饲养。第5个，库达犬。这是一种原产于巴基斯坦的一种大型猛犬，这种狗凶猛异常，身上具备非常强烈的攻击欲望。由于其生性凶狠好斗，所以在当地人们称这种犬为恶霸库达犬。这种狗的体型很大，一只成年的雄性库达犬的肩高最高可达1米以上，体重可达120斤以上。这种狗身材高大，肌肉发达，面部表情凶猛且犀利，看上去给人的压迫感极强。由于其凶猛好斗的性格，在当地几乎不会有人将这个大家伙当作家庭宠物饲养。因为库达犬除了凶狠好斗，它还非常不容易被驯服，主要就是因为这种狗是由多种烈性猛犬杂交而成，体内几乎绝大多数都是烈性猛犬的血统，攻击性极强。平常人家如果饲养这样一只恶犬，可能时不时的就要向外支付巨额的医药费，所以在当地养这种狗的人，多数都是利用库达犬去参加各种竞技比赛的。对于家养狗来说，库达犬似乎并不出色，但如果作为斗犬，库达犬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些地区都是一种非常优秀的猛犬。好，第4个，卡斯罗犬。这种狗属于一种狗狠话不多的品种。卡斯罗犬虽然在体型上并没有纽波利顿犬大，但是它的灵活程度与凶猛程度要远胜于纽波利顿犬。卡斯罗犬的肩高可达70厘米，体重可达100斤以上。它长有一个巨大的头部，嘴部和头盖骨的牙齿是水平咬合的，一口下去，它可以施加高达500多斤的咬合力。要知道，这个家伙的祖先曾经是在古罗马决斗场上与狮子和老虎，甚至熊这种大型野兽厮杀的。古罗马人甚至还利用它们去狩猎野生狮子以及参加战斗。由此可见，卡斯罗这种猛犬的实力绝对足够强悍。之所以说这种猛犬狗狠话不多，是因为这个家伙一般情况下并不喜欢吼叫，看上去总是非常高冷。遇见其他的犬种，卡斯罗犬一般也不会主动对其发起攻击。对待陌生人类，通常也不像其他的烈性犬那样吼叫。不过它也不会像一些宠物狗那样热情去讨好人类。总之，大部分时间里，卡斯罗犬都是一副非常高冷的状态。不过它们一旦被激怒或者做好攻击的准备时，那家伙绝对是相当恐怖的。因为卡斯罗一旦发起攻击，便是血战到底，不死不休，直到将对方彻底击败或者咬死才肯罢休，非常凶猛。第3个，土佐犬。这是一种原产于日本的一种大型竞技型斗犬。出于其凶猛好斗的性格，在日本这种狗被誉为东方斗犬之王。
土佐犬的体型差异很大，日本本土的土佐犬的体重通常也就在120斤左右，而非日本本土的土佐犬的体重最重可达180斤，肩高可达82厘米。也就是说，在日本境内的土佐体型较小，而非日本境内的体型都偏大。这种狗的性情非常古怪，它们很少会像大多数的狗那样吼叫，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它们都非常安静，几乎不会吼叫。这种习惯会使很多人对这种狗放下戒备的心理，觉得它并没有什么攻击性。但实际上，这种狗非常危险，它们在咬人或者对其他动物发起攻击的时候，都是毫无征兆的。土佐犬从来不会通过吼叫去恐吓对方，而是选择趁对方毫无防备的时候，猛地对其发起袭击，非常可怕。再有就是这种狗在训练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大声的呵斥它，甚至去打它。越是通过暴力的手段去对付它，它就越会对主人加深仇恨。所以在训练这种狗的时候，需要温和的语气和方式。简单点说，就是你怎么对待它，它就会怎么对待你，性情相当古怪。好，第二个，坎高犬。坎高犬也叫坎加尔牧羊犬，它是原产于土耳其的一种大型猛犬。这种狗身材高大，性情凶猛，并且战斗力极强。成年的坎高犬的身高最高可达1米以上，体重可达160斤。在土耳其，坎高犬等同于我们国家的大熊猫一样，被视为国宝。并且这种狗还是土耳其的1级保护动物，也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被视为国宝的犬种。这个家伙无论在战斗力上还是地位上，都要碾压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狗品种。真正的纯种坎高犬其实体型非常高大，并且极具震撼力。在很久之前，这种大型猛犬曾被用于看守家园以及牧羊。据说它有不战而退敌之功。在土耳其当地，谁的家里如果养这样一只狗，小偷或者其他的一些入侵者，只要看到坎高犬，多数都会望风而逃，不敢靠近。主要原因就是这种狗不但外表上吓人，它的力气还很大，特别是四肢的力量以及咬合力。坎高犬是目前人类已知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犬，它一口下去可以下为施加670多斤的咬合力，这足以将人类的骨头压断。一些小偷如果被这个大家伙咬上一口，轻则残肢断臂，重则会有生命危险。毕竟谁也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再有一点就是被这种狗咬到，你还不能像对待其他普通的狗那样去处理它，因为坎高犬在土耳其当地与土耳其公民拥有同等的生存权。再有，这个物种之所以会拥有这么高的地位，主要也是靠自身非常强悍的打斗能力和出色的护卫能力。其实早在14世纪时，这种犬在当地就被当作军队的专用犬种，并且还作为军队的主力之一，跟随队伍南征北战，从事各种任务。他们的祖先大多数都是从战火中存活下来的。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上了战场的狗那是要置对方于死地的，凶猛程度可想而知。如今随着冷兵器时代的逐渐退场，这种凶猛的坎高犬则一直被用于从事各种竞技类比赛。虽然这项运动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遭到抵制，但是坎高犬身上那强悍凶猛的战斗力，如果只用它来看家护院的话，那在很多人看来属于是大材小用了。现如今，随着岁月的流失，很多纯种的坎高犬都散落在民间，与其他品种的狗进行杂交，慢慢的导致世界上几乎已经没有纯种的坎高犬了。现在能看到的大多数都属于杂交品种。好，第一位，比特犬。比特犬的全称为美国比特斗牛犬。这种狗是专为斗犬为目的而特意培育出来的一种拥有强大杀伤力的凶猛犬种。比特犬原产于美国，它是由塔斯夫犬和美国斗牛犬相杂交培育出来的。这种狗的体型不大，雄性比特犬的身高也就在50厘米左右，体重可达50斤以上。它属于一种体型中等的短毛犬，但是别看它体型不大，这家伙一旦干起架来，谁也拉不住。比特犬的性情非常暴躁易怒，在它的眼里，没有任何品种的狗是它的对手，即便是高大凶猛的坎高犬，比特犬也不会将它放在眼里。毫不夸张地说，比特犬敢于对任何品种的猛犬发起攻击。虽然不敢保证它有能力将所有的大型猛犬都击败，但是在打斗的过程中，比特犬绝对能使大多数的大型犬受到重创。之所以敢这样说，是因为比特犬这个家伙身上有一种特殊能力，它们在受伤的短时间内，身体感觉不到任何疼痛，并且可以持续战斗高达2个小时。这个家伙在战斗时，它的睾丸激素向外分泌的速度要比绝大多数的犬种都要快很多。高浓度的睾丸激素可以使它在受伤时不怕疼痛，并且还可以为自身增加超强的耐力，可以持续战斗。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点与开挂没什么两样。在战斗过程中，比特犬被咬一下，它不疼，但是它咬别人一下，无论是体型多大的狗都会感到疼痛，战斗时间越长就会越疼。也正是因此，比特犬才能够成为斗犬之王。对了，再有一点就是这个家伙并不是永远都不会疼，它只有在战斗时睾丸激素分泌速度快的时候不怕疼痛，等战斗过后激素水平下降之后，它也会感到疼痛。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